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争议风暴，伪造辱华录音影响收视率。备受瞩目的武侠剧《赴山海》即将登陆腾讯、爱奇艺双平台。作为今年武侠题材的革新之作，其穿书加系统的轻喜剧设定、诚意分饰三角的演技突破，以及3亿打造的实景特效，早已吊足观众胃口。然而，开播前夕一场伪造辱华录音的换角风波，却将这部剧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当武侠创新的光环下浮现出敏感争议，观众不禁要问：这场江湖实验究竟是武侠剧的破局之作，还是又一次踩线的冒险？赴山海的争议始于一组在社交平台疯传的爆料。有匿名业内人士透露，该剧原定女配角演凌雪在前期录制中被爆出一段辱华录音内容，涉及对武侠文化的不当调侃及敏感历史问题的戏谑言论。尽管录音真实性尚未经官方验证，但剧方为避免舆论风险，紧急将原演员替换为杨希子，并重新补拍相关戏份。更令观众不满的是，剧方对录音事件的回应始终模糊，既未否认录音存在，也未公开调查细节，仅以因角色适配性调整一笔带过。这种回避式回应，进一步加剧了舆论对武盖子甩锅的质疑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类似事件已非首次，某古装剧因蒙古服饰争议临时删减戏份，某仙侠剧因歪曲历史人物被官媒点名，这些案例暴露出一个共性问题：部分影视项目在前期筹备中，对文化敏感点的审核机制存在漏洞，往往将风险控制寄托于事后补救，而非事前预防。赴山海的换角风波，本质上是这种事后补救思维的典型体现。当创新成为营销口号，当热度凌驾于文化责任之上，剧方或许忘了，武侠剧的核心魅力不仅在于轻功摔跤的趣味，更在于侠之大者的精神内核。而观众对武侠的热爱，也建立在对其文化底色的认同之上。若连不辱华这一最基本的底线都守不住，再华丽的特效，再反套路的剧情，终将沦为空中楼阁。诚意赴山海争议风暴，伪造辱华录音背后的武侠困境。2025年，武侠剧市场再一次迎来了一部备受关注的作品，由诚意主演的《赴山海》。这部剧未播先热，凭借穿书加系统的轻喜剧设定、3亿打造的实景特效，以及诚意一人分饰三角的突破性表演，早早就在社交平台和视频平台积累了庞大的话题度。然而，就在开播前夕，一场突如其来的伪造辱华录音风波，却将赴山海推入舆论漩涡，甚至直接影响了首播的收视期待。这场风波的核心在于，原定女配角凌雪的扮演者被爆出一段涉及敏感内容的录音。录音中据称有对武侠文化的不当调侃，甚至涉及对历史问题的轻率戏谑。虽然这段录音的真伪至今未有权威结论，但剧方显然不敢冒险，选择了临时换角，由杨希子补位，并补拍了相关戏份。问题在于，剧方的回应极为模糊，既没有澄清录音真假，也没有交代任何调查进展，只用一句角色适配性调整来草草了事。这种回避态度不仅没能平息质疑，反而加剧了观众的愤怒与猜疑。争议的爆发，真假未明的辱华录音。从传播逻辑来看，这起事件其实有几个耐人寻味的点。首先，录音来源匿名，传播路径复杂。很多网友指出，这类未经证实的黑料，往往夹杂着竞争对手的炒作可能性。然而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，辱华是最敏感的标签，一旦挂上，不管真伪，都会迅速发酵。剧方若不立即给出清晰回应，就会陷入你默认了的舆论陷阱。其次，剧方的沉默让局势恶化。
在过去几年，影视圈已有不少类似的教训。某女演员因穿着争议服饰被抵制，某剧因历史人物形象处理不当遭下架。这些事件共同表明，一旦涉及文化敏感问题，公众并不容忍含糊回应。而傅山海的操作，恰恰是既不否认，也不解释，最终既没保护好剧的形象，也让演员受累。第三，这场风波也暴露出当下网络审判的现实。录音是否伪造至今无定论，但在舆论层面，它已经被贴上了污点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日后证明清白，剧集和相关人员的声誉也难以完全恢复。这种先入为主的负面效应，已经成为娱乐产业里一个无法忽视的风险。武侠剧的创新与踩线。傅山海作为腾讯与爱奇艺的重点项目，被寄予厚望。其最大卖点就是武侠创新，抛开传统的沉重江湖，加入系统穿梭的轻喜剧元素，让观众在快节奏的剧情中感受到新鲜感。程毅一人分饰三角，也被视为一次表演层面的突破。然而，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所提醒的，创新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文化底线。武侠之所以在中国观众心中长盛不衰，不仅因为刀光剑影的打斗场面，更因为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的精神内核。如果剧方或演员在言行中触碰了不尊重传统、不尊重历史的红线，再多的特效与花哨设定，也难以赢得真正的认可。事实上，傅山海的换角风波就折射出一种危险倾向，部分剧组在追求热度与噱头时，往往忽视了文化敏感点的审查。比如前几年，一些古装剧因蒙古服饰争议、少数民族形象刻板化被舆论批评；某仙侠剧因为篡改历史人物的生平被官媒点名。这些案例都说明了一个问题：国产剧的创新若没有文化责任感的约束，极容易滑向争议的深渊。观众的情绪从期待到失望。观众为什么会对傅山海如此苛责？原因有三：武侠题材本身承载了民族情感。武侠不仅是娱乐，更是文化认同的载体。从金庸、古龙到当代的影视改编，观众对武侠的热爱始终带有家国情怀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任何被视为侮辱或轻慢的行为都会被放大。程毅的粉丝效应带来了更高关注度。作为莲花楼后的武侠代表人物，程毅在年轻群体中人气极高。这意味着，一旦剧集出现争议，不仅路人关注，粉丝群体也会参与发声，进一步推动话题热度。剧方模糊回应激起不满。在公众期待真相的时候，剧方却选择轻描淡写，让很多观众觉得被敷衍。换言之，如果剧方当初能直面问题，哪怕否认或澄清，也许争议不会扩大到如此地步。产业逻辑：事后补救 vs 事前预防。从更深层的角度看，傅山海的争议不仅是个别剧组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行业的通病。风险控制习惯事后补救，而非事前预防。在筹备阶段，剧组往往重视营销噱头，而对文化审核、舆论风险评估投入不足。一旦出事，常见手法就是换角、删减、重拍。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，虽然能避免最坏结果，但付出的代价巨大，观众信任也被消耗殆尽。长远来看，这种模式既增加了制作成本，也损害了国产剧整体的口碑。其实，解决办法并不复杂，在剧本创作、选角、宣传等环节，提前建立更严格的文化审核机制，在舆论危机发生时，主动公开调查进展，而不是用模糊话术糊弄观众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减少类似风波的发生。武侠剧的未来，要在责任与创新间找平衡。傅山海的争议给整个行业敲响了一记警钟。国产武侠剧要想走出低谷，必须在两个维度上同时发力。在艺术层面，
要敢于创新，敢于突破传统套路，用年轻观众喜欢的方式讲述江湖。在文化层面，更要坚守底线，尊重历史与传统，不触碰公众敏感的红线。观众的热爱从来不是无条件的。当他们把期待交给一部剧时，他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绚烂的特效和新鲜的设定，更是对文化的尊重与责任。如果剧方只顾追求热度，而忘记了侠的精神，那么再豪华的制作也终将沦为昙花一现。《富山海》能否凭借剧情和演员表现挽回口碑，目前尚难预料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场伪造辱华录音的风波，已经成为国产武侠剧发展史上的一个警示案例。它提醒着所有创作者，真正的江湖不止刀光剑影，更是责任与担当。